谢长景飞升后，只带走了2人，一个是我们的儿子谢昭，一个是他的白月光孟月瑶。儿子是他的血脉，他不会让他泯然众人；白月光是他的恩人，他要践行允他之诺。唯独我，他说：“刘盈，你我夫妻一场，等得空，我会带昭儿与你团聚。”前世因为这句话，我等了3年又3年，最后孤独终老，也没见到他的身影。这一世不等他归去，我便踏上了离家的路。从此以后，他修他的仙，我做我的人。山高水长，不必相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用1篮子鸡蛋从村口王大娘那里换了30文钱，她笑呵呵地打趣我：“青云宗不是修到仙门吗？仙人们都是喝露水吸灵气生活的，你都要跟着谢公子去那神仙宝地了，怎么还要用钱啊？”他说的谢公子是我的夫君谢长景，青云宗有名的天才剑修。3天前他得道飞升，青云宗特派子弟下来迎接回宗。谢长景当着众人的面说，他要带2人回宗门，在此之前他得先了结凡尘俗事。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带走的人是我和我们的儿子谢昭，但其实不是。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谢长景要带走的人里都没有我。我拢好了袖中的钱，笑了笑，半真半假的解释：谢长景是仙人，我又不是，要是没有钱，那还怎么过活？更何况这些钱不是我要去青云宗用的，那是我离开的路费。也是，青云宗那么大，总不可能没有花钱的地方。见我说的有道理，王大娘附和着，我没再应她，换好了钱就朝着家中走去。还没到小院门口，我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欢笑声。院中央，谢昭正在练习御剑，他不稳当地站在剑上摇摇晃晃，时不时喊着：“爹！”我感觉要掉下去了。心定则剑稳，被叫爹的男子声音清冷，他负手而立，身姿隽永，本就不似凡人，如今更因得到飞升，多了几分不染凡尘的仙风道骨。那便是我的夫君谢长景。5年前，他途径此处，驻留定居。我们在村长的撮合下结为夫妻。那时他虽然打扮成普通人模样，但周身气度不凡，不似常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竟然是青云宗掌门座下的大弟子，10几岁便筑基结丹的天才剑修。院中还有另外1人，是个娉婷袅袅的女子，她眉眼温柔似水，态度不像谢长景那边冷漠无情，反倒亲和耐心地教着谢昭。见她晃悠，担心之余总伸着手，生怕她掉下来。那是孟月瑶。提及她，我也不知该用何词汇，因为我和她没关系，只有谢长景和谢昭与她极为亲近。已经到了晌午时候，不远处村野有缕缕白色炊烟升起，屋外树上鸟鸣蝉鸣相和。趁着这一切，屋内的景象像是其乐融融的一家3口，又宁静美好。我忍不住想，前世没有我，谢长景带着谢昭和孟月瑶去了青云宗，在青云宗山顶上，他们是不是也像如今这样生活着？我驻足的有些久，加之目光专注，谢长景注意到了我。修道之人神思敏锐，他感受到多出来的一缕气息，凝眸朝小院门口看来，仿佛是被不速之客打扰。我看清他眼底笼罩聚集的一层寒意，直到见到是我，他神色讶异。刘盈。其实上辈子我早已经忘记了谢长景的容颜，岁月光阴隔了几10年，若我没记错，我们的最后一面就在这2天。今生我见他，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他竟长这样。见我不应，谢长景轻轻蹙眉，他走到了我的身边，抬手抚上我的额头。你怎么了？我下意识要避开，谢长景动作微流，清冷的目光骤然变得深沉无比。而此时谢昭已经从剑上下来，他才4岁，却已经能将情绪收放自如。见着我，他小脸上的笑容收敛，表情变得认真端正。娘亲，他开口，语气自带几分少年老成。礼貌是礼貌，可总显得疏离。我以前以为是谢昭的心性遗传了谢长景，所以待人接物才会如此。
可历经一事，我明白，并非这样。他也能对人亲近，也能展示孩童心性，而对我，他总是恪守板正，多几分疏远。甚至于前世最后一面，他也是如此，冷漠萧寒地像一把插在寒天雪地里的剑。他不再喊我娘亲，而是喊我姜氏。我和父亲早已是得道之人，不为凡尘所累。姜氏，你太过执着，还是早早放下归去吧。那时我等了他们父子俩几十年，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，还是没能见到他们父子俩。直到我缠绵病榻，含着最后一口气不肯下咽，那扇破旧的院门才被人推开。我以为是谢长景，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却被对方漠然打断。父亲正在闭关修炼，不便打扰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回来的人并不是谢长景，而是谢昭。听闻修行之人能保容颜不衰永驻，长大后的谢昭真是和20多岁的谢长景一模一样，同样清冷疏离的眉眼，同样凉薄冷淡的眼神，落在形容枯槁的我身上，仿佛只是轻飘飘的一片落叶。谢昭说他如今回来见我一面，是为了全当初我给的一点血脉。他还忙着回去修炼，让我不要耽误他的时间。前世可能是被他这句话气到了，也可能是我真的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。他的话落下不久，我就闭上了眼睛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谢长景飞升那日。那蓝鸡蛋我原本是打算换了，用钱给谢长景的仙剑打个剑碎落子，可一朝清醒觉明，我不会再重蹈前世覆辙了。谢长景要走便走，谢昭爱和谁亲近和谁亲近，我不会再执着强求。我点点头，打算朝屋子里走去，没想到谢昭又叫住了我。娘亲。这回他的声音有些迫不及待，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疑惑地看向他，只见他小脸虽然抿着唇，可眼睛却亮晶晶地看着我。今日爹教我遇见了。我看见了。我正想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，忽然便想起了前世一些小细节，那就是以前不管谢昭做什么，我回来之后都会问他，然后狠狠地夸赞一番。比如他今日练的是遇水术，我便会说他好厉害，以后可以帮我浇菜地。虽然每次谢昭都绷着一张小脸告诉我，这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术法，笨蛋娘亲，你是不会懂的，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小性子里的傲娇和受用。而今日他学会了御剑，我却没有任何表示，反应还很冷淡。这也难怪谢昭会主动对我提及，可我心怀芥蒂，即便重生，依旧无法释怀。还需努力。谢昭小脸明亮的表情一下子暗了下来，他冷哼了一声，扭头问孟月瑶：月姨，我厉害吗？当然。孟月瑶满面笑容地夸赞他。谢昭问孟月瑶能不能带他去买糖葫芦，孟月瑶点头，谢昭便牵着孟月瑶的手从我身边经过。我要买3根，爹1根，你1根，我1根。他话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换成以前我肯定会独自晦暗神伤，但现在罢了。我朝屋子里走去，把我换的那30文钱放进了匣子里。在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先把谢长景和谢昭的衣服捡了出来，刚要放到一旁，谢长景就走了进来。他看着我手上的动作道：这些东西青云宗都有，不用带了。我诧异地看向他，立马明白过来，他是误会了。谢长景走到我面前，目光清冷，凝聚在我身上。刘莹，我们明日便启程了。他开口。我知道。这话他飞升那日就说过了。他说处理凡尘俗事还得3日时间，3日后他就回青云宗。前世这个时候我还在想，谢长景飞升肯定得把我和昭儿都带走，我们都走了，他还能有什么凡尘俗事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的凡尘俗事指的是我，而他要带走的人是谢昭和孟月瑶。谢昭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是谢长景的血脉，但孟月瑶，我始终耿耿于怀，到底为何？即便谢长景向我解释，是因为当初孟月瑶的救命之恩，他允了对方一个承诺，而孟月瑶说希望自己能上青云宗拜师修炼，
岳瑶资质尚浅，青云宗规矩严苛，唯有此法能让他上青云宗，所以我成了那个被抛弃的人。前世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免不了和谢长景一番争吵，但最后被谢昭说的话打败。谢昭说：“你去能干什么？种地喂鸡吗？”谢昭在谢长景的教诲下，小小年纪便心怀苍生，大公无私。他觉得我与其占着一个修仙的位置尸位素餐，倒不如把名额留给需要的人。而前世让我死心放弃的，是最后孟月瑶说的一番话。他说：“青云宗可是修仙第一宗门，你难道要让别人嘲笑昭儿和谢大哥，他们的娘亲和妻子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吗？凡人怎么了？当初可是谢长景说要娶我这个凡人的。”我当时满心气愤怨怼，孟月瑶却冷笑一声：“谢大哥娶你，不过是为了厉情节飞升而已。5年前，谢长景降妖除魔经过这里，被天命指示他在此处有一情节要立。谢长景不知是谁，但也知道厉情节得先和一个女子相识，于是他假扮口渴经过的行人，进村跟村民讨要一碗水喝。他敲的第一扇门便是我家，天命指引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女子便是自己的情节，不然你以为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如何能得到他的青睐？”我脸上的血色被孟月瑶眼底的嘲讽一寸一寸刮尽。我当然想质问谢长景，但那天晚上他们趁我睡着悄然离开，我死前含着的那一口气，不过是为了撑着想见见谢长景，问他到底是否真的如此。只可惜到死都没见到他。重生后我还在想，为何不再多回溯几年，到谢长景来敲门那日，届时我定当着他的面将那碗水泼在地上。但天命如此，在经历了上一世的苦苦等待和执迷不悟之后，我已经不想再去追问这个答案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谢长景的劫度过了，我的劫也度过了，所以我该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了。因此在经历一次谢长景告诉我他要带孟月瑶和谢昭走的时候，我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并在接下来这几天好好计划了一下自己的往后余生。但没想到，因为我近日过于冷淡和无视的行为，谢长景以为我这是在同他置气。刘盈，我知你心有不甘，但君子之诺重千金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答应你，等得空我会带昭儿回来与你团聚。见我不应他的话，反而在自顾自地收拾东西。谢长景拧着好看的眉头看我，他做出了和前世一样的承诺，语气缓和，但我不会再像前世一样因这句话等他3年又3年，又因孟月瑶的话内心煎熬3年又3年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理解，我明白。我一边收拾包袱，一边敷衍着谢长景。见我不想和他多谈，谢长景目光复杂，他欲言又止，看我一眼又一眼，最终转身离去。第2日清晨，我被窗外鸟鸣叫醒，睁开眼，想到今日是谢长景和谢昭出发的日子，也是我要离开的日子。院子外传来了对话声，空气中隐约飘荡着一丝饭菜的香气。走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孟月瑶在灶台处洗手做羹汤，谢昭小小的身子站在旁边，眼巴巴地盯着刚出锅的点心。孟月瑶温柔一下，用筷子夹了点喂他嘴里，真好吃。月姨，你做的比我娘做的还好吃。是吗？那以后我常做。孟月瑶脸上笑意更甚。两人正对着话，谢长景就走到了他们的身边。月瑶，你是客人，这些事你不用做。孟月瑶弯弯眼睛，声音柔柔地回应道，我们马上就去青云宗了，做这些也是提前适应，毕竟刘英姑娘不在，我总要替她照顾好你们。闻言，谢长景沉默，半晌才听见他一声，辛苦你了。他背对着我，看不清脸上神情，但从声音也能听出该是柔和的。恰在此时，谢昭又握住两人的手，爹，月姨，你们放心，昭儿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他一番认真的童言，院子里立马传出一阵笑声，直到被我的出现打破。三人这回都注意到了我。孟月瑶率先开口说话，眼底笑意隐隐浅浅。刘英姑娘，
你醒了，来尝尝我新做的点心吧。他自有喧宾夺主的姿态在。而巧的是，从我这个位置看过去，孟月瑶所站的地方像是被谢长景父子俩一起保护着，这不由让我想起一些我和孟月瑶之间的事情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我不喜欢孟月瑶来我们家而已。但孟月瑶是谢长景和谢昭的救命恩人，谢昭又十分喜欢她，每次都央求着对方来家里做客。我那时见谢昭和孟月瑶亲近，心里吃味，却又不好明说，只好暗戳戳让谢长景替我说话一二。谢长景闻言却埋怨我不懂事。昭儿心性，能亲近旁人是好事，你拘人家做什么？与其吃醋，倒不如好好想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月瑶一样讨昭儿欢心。当时他一番话像盆冷水浇头而下，我瞬间哑口无言。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，为什么？无非是因为我是凡人，而谢长景和孟月瑶都是修道之人。谢昭从小便崇拜谢长景，他知道自己的父亲身份不凡，也期盼着有一天能成为像他一样的天才剑秀。谢长景也对谢昭寄予厚望，父子俩时常讨论切磋。我也想加入他们，但他们说的那些什么凝神节气、筑基结丹，我实在不懂。时间久了，两人和我的话变少了。谢昭更是说凡人笨，但娘亲更笨。可他也是我这个凡人生出来的啊！我感到伤心，便不再过问二人修炼的事情。他们修炼，我就在旁边喂鸡喂鸭，织布打烙子，日子也算宁静安详。直到有一天，谢长景和谢昭外出修炼，谢昭误入了某个险峻山谷，谢长景为了保护谢昭受了伤，是路过的孟月瑶救了他们。孟月瑶是要修，虽修为不如谢长景，却是谢昭见过除谢长景之外第二个有修为的人。加之孟月瑶得知谢长景身份，为了精进修行，便也在我们这小村子留了下来，陪同谢长景父子一起修炼。有一回孟月瑶又来了，我本想向她请教要修之法的，毕竟我想着既然剑道不行，我就换个道。没想到孟月瑶听完我说的话，脸上含笑，眼底嘲讽地打量我上下。流萤姑娘，修道之人需要有灵根，可你没有，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我有点生气，觉得她不如昭儿所说的人美心善，于是便不想让昭儿和她亲近。没想到孟月瑶却因此离开，因而谢昭和谢长景怪罪我，尤其是谢昭哭闹着捶打我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是你把月姨赶走了。谢长景为了安抚她，连夜御剑飞行，找到了离开的孟月瑶。那时两人也是这般围在孟月瑶身边，和形单影只的我形成了分明之势。我没去细究孟月瑶隐隐的倨傲和得意，只说了一声不必了，便朝屋外走去。谢长景这才注意到我手上挎着篮子，神色一变，刘莹，你去拿。他语气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，伸手拦住我。我不动声色，去王大娘那里换点鸡蛋，你们要走，总要带点干粮上路吧。谢昭撇嘴，娘亲，我们御剑飞行，1日便能到青云宗，根本用不着干粮。他似乎又觉得我多行费事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我又不是真的去换鸡蛋。反倒是谢长景听见我说的话，松了口气。那你早些回来。好，才怪。我朝着村口走去，身后是青青田野，连绵青山，晨起的鸟儿自白色的天际掠过身影，清风吹拂。他们有他们的归途，我有我的去处。谢长景，日头已经晌午，可村口的小路还是没有江流萤的身影。谢长景神思凝重，昭儿已经背着小包袱和自己的剑又跑了过来。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？你娘亲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还未跟她告别。谢长景说。谢昭学着他的样子，踮着脚尖往村口看了2眼。那娘亲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谢长景不知道，一颗心像是悬在半空，见不到流萤，他便无法安定。再等等吧。谢昭抿唇，想说什么，又没说，乖乖坐在门槛上，拖着小脸。没过一会，孟月瑶就走了过来。谢大哥，昭儿，我们还不走吗？我们在等娘亲回来，
他怎么还不回来？回答的是谢昭，他皱着小脸，表情全是困惑不解。孟月瑶眨了眨眼，声音温吞道：我想刘英姑娘是故意躲着不回家的。为什么？谢昭睁大眼睛。孟月瑶说，可能是因为她不忍见分离的场景吧。人都是这样，心中一旦有了牵挂，分离犹如刀割火尖。谢长景垂眸，觉得孟月瑶说的并不是没道理。刘盈害怕分离，以往自己带昭儿出去修炼，他都得担心一夜，然后总问自己，那你们何时回来？即便给了他一个确定的时间，刘盈还是不放心。每次在他们约定好回家的那个日子，就早早站在村口等待，看见他们的身影，便欢欣雀跃地朝他们奔来，像是一株垂头丧气的草突然被注入了灵力。问他为何如此，他说以前每到吃饭的时候，就会有村里的大人喊外出玩耍的小孩回家吃饭，那时家家户户门口好像都站着个等待的人。还有的时候儿童散学归来，大人还没忙完田里的活，小孩子们便聚在村口田埂处，一边玩一边等。唯独他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等自己，也没什么要等的人。但自从有了他和谢昭，刘盈便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虽然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，唯独这次谢长景等他没等到。既然刘盈是存心躲着不见自己，那他再等下去又有什么意义？更何况他本就是为了厉情节才留在了这里，如今他劫难已过，顺利飞升，更应该到心坚定，稳固修炼，怎能囿于凡间情爱？谢长景握紧手中仙剑，脸眸收起心中思绪。走吧。谢昭从地上站起，爹，我们不等娘亲了吗？不等了。话是这样说，但谢长景还是留下了一块玉牌和一封信。那玉牌是青云宗传信用的，信上记载了使用方法，等刘盈归家就能看到。要是他想念自己了，就能通过玉牌传话，届时他的仙剑自会有响应。按照他的性子，不出3天，不，指不定他刚回青云宗就能收到刘盈的消息。谢长景如是想，然后便带着谢昭和孟月瑶回了青云宗。可3天过去，1个月过去，谢长景的剑安静如斯，即便他在谢长景的手中挽出凌厉的招式剑花，谢长景都没收到专门代表刘盈的信号。不可能，刘盈怎么可能按捺得住？谢长景脑海中涌入乱七八糟的念头，无心练剑。恰在此时，有门内弟子汇报，谢昭今日修炼懈怠。谢长景皱着眉去找谢昭，正好看见孟月瑶神色尴尬地走出，里面传来谢昭闹小脾气的声音。这里不是凡间小院，哪里容得了他胡来？谢长景呵斥。谢昭红着眼睛和小鼻子，跟刘盈相似的一双眼眸眼巴巴地看着他。谢长景无奈，到底是生出如沐之心。昭儿，今日为何不练剑？爹，我想娘亲了。谢长景动作微顿，谢昭忍不住抽抽鼻子。我想吃娘做的鸡蛋羹。芈月姨也会做。那不一样。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娘亲？谢昭仰头期待地看着他。谢长景心思触动，却克制住。等你修炼好了，我就带你回去看她。真的，真的。谢昭高兴了，他一扫而空刚刚的悲伤难过，又让出了一半位置给谢长景。爹，今晚你跟我睡吧，我想听你讲娘的故事。他和刘盈。谢长景本以为记不住自己和刘盈什么事，可他一回忆，就想起自己刚到村子那年，他按照天命的指引，为厉情节去遇一个女子，那个女子就是刘盈。为了娶她，他驻留在这里，一边了解刘盈的身世，一边和众人熟悉。村民说刘盈是个乖巧少言的姑娘，她无父无母，但心地善良。那时谢长景觉得还挺好的，修行之人清心寡欲，不喜聒噪。可熟悉后，谢长景发现刘盈说的话其实挺多的，吃饭要说，睡觉要说，整个小院因为他的声音变得叽叽喳喳的。谢长景觉得村民的描述有误，他忍不住问刘盈，
为何他认识的刘盈和村民认识的刘盈不一样？刘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以前我孤身一人，没人陪我说话，于是他和小草说，和星星说，和养的小动物说，但他们都不能说话，但现在有了你，终于有人陪我说话了。刘盈满眼明亮欢喜，向来不喜聒噪的谢长景就这样歇了让他少说话的心思。后来他请了村长去向刘盈提亲，时至今日，他依旧记得成亲那日景象。小院里汇聚了不少人，他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掀起新娘子的红盖头，灯笼映照一方明亮与喧闹。刘盈羞红了脸，莹莹润润的一双眸子像是成了一汪秋水。彼时村子被夜色笼罩，蝉鸣田野，繁星满天，有徐徐夜风吹过，谢长景的心也跟着那摇晃的红穗子飘荡了半分，而他也因着片刻的欢愉动情误了修炼。他想，天命说的果然没错，刘盈就是他的情姐。因清楚这点，谢长景便又不得不恪守己心。他更是想好了历劫之后，做出留他一人的决定。刘盈是凡人，寿命不过100余载，与其带他回青云宗继续影响自己，还不如将这位置留给需要的人。谢昭成了他的血脉，于修炼有天赋，至于孟月瑶，不过顺手而为。如今他一朝悟道飞升，本该为历劫成功高兴，可现在心不定，剑不宁，道心不稳。第一场春雨落下的时候，我在江渡口支了一个馄饨摊子，因我做的馄饨好吃又便宜。不出3月，摊子前渐渐有了回头客。刘盈娘子，来碗馄饨。好，您稍等。卖完了最后一碗馄饨，我便会去桥那头卖菜的阿婆那里要了她新种出来的菜。结账时，阿婆递给我一把新鲜野荠菜，喏，山上摘的，不要钱，送你了。我看着篮中水灵灵的一把野菜，心中一暖。到了生谢，还是留下了2文钱。转身离开时，冷不丁听见旁边人问阿婆：“你怎么又送他野菜？这孩子可怜，年纪轻轻，夫君就亡故了，这才流落这里。”原来如此。阿婆朝那人讲起了我的事，引得周围唏嘘惋惜一片。我听见，神思一顿，但没说什么，照旧离去。这是我离开的第1年，驻留在了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城里。这里依山傍水，民风淳朴，多以打鱼和船贸为生。我以未亡人的身份编造了一个夫君早逝的故事。一开始还有些心虚，后来仔细想想，前世的我孤独终老，夫君儿子不在身边，也和守寡没什么区别，而今生也差不多。但不同的是，我已经很少记起谢长景和谢昭，只是在忙碌某件事时，不经意的脑海中突然掠过2人的身影。前世我囿于他们，备受煎熬，而如今我每日看船来船往，渡口行人变化万千，只觉得内心无比宁静祥和。有时甚至还生出了一种，这到底是我的梦，还是真实存在的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的馄饨摊子前出现了一大一小2道身影。煮馄饨的锅热气腾腾，和早春江面的水汽氤氲在一起，扑了我一脸暖意。这2人立在雾气之中，隐约有种飘飘欲仙，不似凡尘之感。我眯眼审视了好一会，才从那2张脸上找出几分熟悉感来。谢长景和谢昭，他们怎么出现在这了？我正好奇诧异，但陆陆续续来客人了，我只能先收起自己的疑惑，转头忙碌起来。等到忙完了早上那一波，我这才停下来，回头一看，2人竟还站在那里。客人可是要吃馄饨。不等2人回答，我朝他们示意一旁的位置，坐吧。谢昭目光晶亮灼然，眼底还藏着克制住的喜悦和激动，反倒是旁边的谢长景巍然不动，静如远山，只是一双清冷的眼眸，不知是被早春寒气晕染了还是怎地，深沉漆黑，不变情绪。我递了2碗馄饨过去，刚一放下，就听见谢昭哭涩的声音：“娘亲！”这声娘亲喊得我眉心一跳。不过比起这，我更困惑的是谢长景和谢昭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毕竟前世自从谢长景和谢昭离开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，而现在却……我心有疑虑，但很快就从谢昭的话语中找到答案。
原来半年前他们便已离开青云宗。那次本来是谢长景答应谢昭，等他修炼进步，便带他回来看我。但没想到两人回到了村子，发现曾经的小院不仅空无一人，甚至变得荒芜。谢昭不明所以，还问谢长景为什么他们才离开半年，家就变样了。反倒是谢长景从中觉察出什么，迫不及待地走进去一看，才发现屋子里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，而他曾经放在桌子上的玉牌和信件更是从未被人挪动过。谢长景心下慌乱，找到了曾经村子里熟悉的村民，有个王大娘看见他还很高兴，这不是谢仙人吗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王大娘，请问你有看到刘莹吗？刘莹，她不跟你们一起去青云宗了吗？王大娘一脸困惑，说出了那日我找她用鸡蛋换了30文钱的事情。谢长景不期然想到他们离开那日我挎的那个篮子，瞬间明白了过来。那日清晨我离开之后，根本就没再回来过。于是为了寻找我的踪迹，也害怕我出什么事情，谢长景带着谢昭找了我半年。原来如此，话听到这里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只是我仍觉得不解，上辈子可没有这茬。且按照谢长景的心性，他足以让谢昭在日复一日的修炼中淡化对我的思念之情，如今怎么会纵容他来找我？想是这么想，但我的内心却并无半点触动。我已经见过谢昭上一世最后的样子，想来他如今的思念也不过是一时的。于是我垂眸看向谢昭，如今见到了，你也该放心了，赶紧回去和你父亲好好修炼吧。谢昭见我跟他讲话，小脸原本还有些欢喜在，猛不丁听到我最后一句话，顿时笑意僵在了脸上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清澈无辜的眼睛里忽然涌上雾气。我当然知道为何，但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而开始收摊。可我的手刚碰上两人面前的碗，一只劲瘦有力的手便抓住了我的手腕。刘莹，这声音微沉，我抬眸对上如万古江流般清冷沉稳的一双眉眼。谢长景目光如深渊凝重，我与他对视片刻，见他眼底隐隐晃动的泽光与隐忍，与谢昭的并无二致。谢长景道：你可还是在生气？雨不知何时又下了。停泊在渡口的乌篷船被拍得噼啪作响，雨雾与江雾间，谢长景无奈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。谢长景说：若我不是生气，怎么会不告而别？怎么会1年都不归家？又怎么会见到他们一点欢喜都没有？按照谢长景心中所想，我们分别如此之久，重逢再见，我该克制不住的欢喜和热泪盈眶，而不是像现在这般疏离且冷淡。我如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，在谢长景看来，不过是在发泄自己的怨气罢了。我依旧在记恨着当日他飞升时做的决定，我的内心升起一阵可笑，不是为我自己，而是谢长景。原以为谢长景和我一样，都已经度过自己的结束，走过前尘往事，却不想他还停留在原地，并没有。我回答他，谢长景不信。他握住我的手力道执着，目光也执着，似乎想要从我眼底找出半分谎意。可我内心坦荡，并无隐瞒。谢长景眸光微漾，一抹慌乱浮现。那日之后，我原本以为谢长景会就此离开，但并没有。他租下了我所住小院的另外半边，我们比邻而居。虽然有些膈应，但不是我的屋子，我也做不了主。我一如从前，但谢长景却好像变了个人。以往他为了早日回到青云宗修炼1日不敢懈怠，可如今我出摊，他便跟着我出摊；我买菜，他便跟着我买菜。之前相熟的阿婆和客人看见我身后或者是摊子旁多了一个人，皆忍不住问道：刘英娘子，这位是？邻居而已。哦，乔公子这般俊秀，莫不是他可曾婚配？除此之外，便是谢昭。谢昭倒未察觉到我和谢长景之间的异样，他只以为我们一家3口又住在了一块。他每日晨起练剑，从早到晚，见到我便声音扬起，喊一声娘亲。我见他额头上染了点点汗珠，
眼睛还不忘明亮地看着我，便知道他又想我夸他了。但我只是问道：此处不比青云宗灵气充沛，为何不回去修炼？爹说，君子论道而行，不管是青云宗还是凡间，遵守己心，即为修炼。谢昭一板一眼，倒有几分仙家之风。闻言，我并未再说任何话，毕竟以前谢长景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又一日，我出摊回来，听见院子里传出说话声：谢公子啊，我瞧你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，特意来为你说亲的。谢长景来此处不过月余，可他的名声倒是传遍了小城。说亲？是啊，谢公子还未婚配吧？我这里啊，可是有好几个好人家的姑娘，保证你。谁告诉你我未曾婚配？我已有妻室和心爱之人。谢长景皱眉，他自有身居高位的清冷压迫，媒婆支支吾吾。谢昭瞪着他：我有娘亲的，江流莹就是我娘。媒婆诧异，忽然一扬手帕，笑呵呵地说道：原来公子喜欢的是流莹娘子啊。嗨，你早说嘛，这二婚我也是能说的。只不过这流莹娘子乃是新寡，她的夫君1年前亡故，怕是命格不详，配不上你啊。话落，小院陷入一阵沉寂，倏然一阵冷风起，凉意裹挟。谢长景站在院中，身姿似被定住一般，目光灼然。你说什么？媒婆以为他不信，点头。他说是这般说的，不过大家都是不信的。他要不是做了某富贵人家的外室，要不便是被休弃的下堂妇，要不然你看他为何孤身一人？一派胡言。谢长景突然呵斥，媒婆吓了一跳，拍着胸口舒缓：这可不是我说的，大家都这么传。再说若情况不是这样，那为何他夫君从不露面，1年半载书信也不见？那他必是被抛弃了呀。谢长景脸色血色尽失，一片煞白。媒婆被吓到，还以为是触碰到了什么禁忌。他留下一句有需要再找我，便要离去。出门前正好与我撞上，他心虚看我一眼，头也不回。我进入院门，正好与谢长景的目光对视上。当晚他便问我：流莹为何说我已死？这话说的，难不成告诉别人我的夫君修仙去了？那别人定会以为我是失心疯。更何况前世他和谢昭自离开后再未归来，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谢长景仿佛被利剑刺穿心脏，身形骤然失去力气。他并非不理解，当初他将我留在村子里时，定然也想象过我会遭遇的流言蜚语，可他还是选择带孟月瑶离去。那时我承受的利剑穿心，可不比他受的疼少。自那以后，我与谢长景形同陌路，但谢长景却依旧我行我素，跟在我的身后。我尽量无视，仍不免受影响。如此几日反复之后，我终于忍不住要找对方说清楚，但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院便迎来了另外一位不速之客。谢大哥，就为了一个凡人误了修炼，值得吗？虽许久未见孟月瑶，但我依旧对她的声音感到耳熟。此时她站在院子中央，手握一柄仙剑，耀耀生姿的眉眼凝满恼怒。谢长景未应她这句话，只是站在台阶上垂眸下望。月瑶，当日我与你一诺，带你回了青云宗，如今你我已经两清，从今以后你我再无瓜葛。为何？就因为江流莹，她一个凡人，你何苦要对她念念不忘？她是凡人，但她也是我的妻子。孟月瑶的话被打断。谢长景道：我曾经以为自己只将她当作飞升之路上的结束，可并非如此。我心悦她，我想带她回青云宗，即便凡人只有几十年寿命，那我也要与她做几十年夫妻。孟月瑶紧咬贝齿，眼底尽是屈辱和不甘。她无法劝服谢长景，便来寻我。当时我一锅新鲜热乎的馄饨即将出锅，他一柄银光流淌的仙剑凌空飞来，铮一声鸣响之后定在了我的摊上。周围人都吓了一跳，唯独我目光冷静凝望着自人群外走近的孟月瑶。江流莹，你如今可满意了？都是因为你，谢大哥舍弃了修炼。他愤愤不平地瞪着我。
我原以为凡人在面对是非的时候会有所偏颇，没想到原来仙人也会有。被抛弃的人是我，被谢长景当作厉情节飞升的垫脚石是我，被欺被瞒的是我，可在孟月瑶的眼中，有错的却是我。孟月瑶冷笑一声，你怎能和谢大哥相提并论？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苍生，可我也是苍生之一，不是吗？我不解反问道，若谢长景真的大公无私，怎么会为了修炼飞升去欺骗一个女子的感情？而如今他又为了我舍弃修道，弃苍生于不顾，这和他当初所行不是背道而驰吗？到最后却还要把罪过归咎在我身上。孟月瑶说不过我，依旧气愤，他只能重复道，若非你离开，谢大哥怎会如此？照你的意思，我就该听天由命，守在村子里，乖乖等待着谢长景回来。若他想起我，修仙之路上思念一会，也算有情。再好点，或许10年8载下凡来看我一次，也算全了我们曾经的夫妻情谊和他心中的道义。我就该杞人忧天，自怨自艾，未等一人从青丝到白发，最后被世人惋惜，感慨一声痴情后孤独死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没心没肺，无情无义，说放下就放下。凭什么？又何苦？更何况这样的日子我前世早已经历过。可10年痴10年狂10年想，岁月恍惚，这场我所期待的重逢隔了2世光阴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我心已飞。我目光凌厉地看向孟月瑶，掷地有声，渡口处凉风渐起，一阵苍凉感扑面而来。而就在这时，风云骤然变幻，天空乌色云层似浓墨席卷翻涌，阵阵雷鸣自其间传出，好似天地即将倒个，可下一秒却是霞光万丈，碧波万顷。孟月瑶脸色煞白的看天看地又看我，怎么会？你怎么可能？他呢喃自语，语不成句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却忽然感受到另外一道落在我身上的目光。谢长景，他不知何时来到这里，脸色虽比不上孟月瑶难看，但好像也受到了天雷冲击一般，目光复杂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曾经我想修道的时候，不管是谢长景还是孟月瑶，都说过我没有灵根，无法踏足此行。而如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有朝一日我竟然会以凡人之躯悟道，离飞升只差一步之遥。道生万物，世间有其自然法则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，如是而已。见谢长景到来，孟月瑶不再纠缠于我，情之一事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旁人扰不得。孟月瑶恨铁不成钢般，恨恨的一跺脚，转身离开。反倒是谢长景，从见面开始到现在，朝我走近的每一步都艰难无比。刘盈，他目光凝望我，似要望进我的心底。他是道修天才，飞升之后便能知天命。我心性生变，他却从未想过为何。直到今天，他终于察觉出什么。谢长景不再纠缠我，他决定带谢昭回青云宗。离开那日，谢昭1步3回头，娘亲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他忍着哭腔跟我保证。谢昭之所以会说这句话，完全是昨日谢长景找到我，见我悟道，他明白自己和我已经再无可能，但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谢昭。在青云宗，昭儿每日刻苦修炼，就是为了早日见到你。他很想你，也想和你说很多对不起。刘盈，是我负了你，你恨我也是好的，可昭儿，你能不能？谢长景骤然红了眼眶，卑微祈求般看着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如今的昭儿不过总角之年，和上辈子冷心冷情的他有着天壤之别。他满心欢喜来见我，谢长景不忍他带着失望难过离去，于是我对谢昭说，让他好好修炼，等到学有所成再归来团聚。谢昭用力的点头，背上小小的行囊和剑。娘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！可我知道我们不会再有那么一天了。从今以后，他修他的仙，我做我的人。山高水长，
不会相逢了。我看向谢长景，见他眼底泽光隐匿。多谢，不必谢我。若昭儿真有济世之心，我此举也不过是顺势而为。我开口道。谢长景欲言又止，而后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翠玉色的牌子递给我。这块玉牌可用来传信，若你唤我，即便相隔千里，我也会出现。我不需要。谢长景脸色又白3分，他嗫嚅着唇，仿佛没听到我的话，又继续道：除此之外，我藏了一缕神丝在其中，危难之际可护你周全。我不在身边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夜间寒凉，睡觉时记得要掩窗。他似有千言万语，喋喋不休。我皱起眉头。谢长景伸手想抚摸我的眉间发额，但最终止于我眼前。娘子，请务必好好照顾自己。那是我见谢长景的最后一面。此后多年，我入世炼心，体验众生。我于红尘悟道，又归于红尘。期间虽在位于故人，却也听闻远方一些消息传来。孟月瑶修有所成，却遇瓶颈。离开青云宗后，他前往南方异兽作乱之地，如今悬壶济世，当了个散仙。再就是青云宗开山授徒，无数能人异士、修仙道人慕名前往。而最让人震惊的是，此次主持开山仪式却是一位13岁就结丹的天才少年。传闻他是青云宗掌门座下大弟子的血脉，是其入世历劫时和一凡人女子所生。而如今这位大弟子正在闭关修炼，静修其道。再后来我就没听过几人的消息了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故地重游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山城和村子，因为曾有修仙道士停留悟道而声名大噪。渡口处有了好几家馄饨摊子，摊子前分散坐着不同的修士，他们议论着昨夜星象。东南方有星辰陨落，是仙人羽化之兆。我原本打算当个热闹听，起身时见腰间挂着的玉牌倏然落地，4分5裂，不由一怔。再抬头便看见桌旁出现了位和谢长景7、8分像的年轻修士。娘亲，谢昭，我已承父亲遗志，今后留守青云宗，此次入世未斩凡尘。娘亲，我曾亏天命，有一事想问娘亲。谢昭复见，他身姿似春风抚青竹，真姿不受雪霜侵。我已然明白他要问的是什么事，只是他的目光平静冥想。谢昭似乎也感受到了，他不必开口，便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谢昭嗫嚅着唇，血色渐退，到最后眼眶泛红。娘亲孩儿不孝。我叹息一声，既说不出没关系，也说不出半句宽慰之话。山城的梅雨季又来临了，淅淅沥沥，金渡似染了醉意，薄雾弥漫。世间种种不告而别，即是别离。这人间，我已独寻了千里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